怀孕后，我听到了腹中孩子的心声。在我兴高采烈准备告知爸妈喜讯时，我腹中的孩子忽然哭着求救：妈妈不要啊！外公外婆重男轻女，知道我是女孩后，一定会给你下堕胎药。呜呜呜！我真的很想活下来。我将信将疑的把电话关机，生怕自己怀孕的消息泄露出去。可当晚家中失火，我错过了爸妈打来的99条求救电话，让他们只能无助的葬身火海。我悲痛欲绝，老公陪住我度过了那段至暗时刻。正当我准备重振旗鼓时，孩子的心声又一次传来：妈妈真可怜，爸爸在公司里优惠自己的小情人，对妈妈的好也只有愧疚罢了。我瞬间慌作一团，没多想就冲进老公的公司捉奸，却没曾想直接搅黄了公司上亿的合同单。老公对我失望透顶，拿出离婚协议逼我签字。我疯狂挽留，却又一次听见了孩子的心声。爸爸最厌恶纠缠不清的女人，只要妈妈及时放手，再过一段时间，爸爸就会哭着上门求妈妈回去。妈妈不要犯糊涂啊，净身出户才是最好的选择。我最终选择听从自己孩子的话，可我穷困潦倒，夜宿街头后，老公顾其安竟然火速和一位和我7分相像的女孩结婚，而他婚礼上字字句句都在怪我走得太绝情。我哭着想回去找顾其安，却被闯红灯的大货车碾成肉末，最终死不瞑目。临死之际，我隐约听到了孩子的笑声，可我到死都不明白我的孩子为什么会害我。再睁眼，我回到查出怀孕当天，江女士，恭喜恭喜，你的第38次试管婴儿终于成功，快打电话去给家人报喜吧。医生开心地拍打着我的肩膀，我却犹如石化一般的僵愣在原地。我重生了，重生到刚检查出怀孕的这天，我颤抖着伸出手，用掌心包裹住小腹，额头上的冷汗仍旧没有消散。果然如我所料，下一秒，我真切地听到腹中孩子碎碎念的心声：妈妈千万不要给外公外婆打电话，他们重男轻女，在得知我是女孩后，一定会给妈妈下堕胎药，导致妈妈流产。呜呜呜！我真的很想活下来。我紧握着手机，没急着做出抉择。上辈子我就在查出怀孕当天听见了腹中胎儿的心声，我只当这一切都是老天对我的眷顾，毫无防备的相信孩子说的每一个字。我听话的将手机关机，生怕自己怀孕的消息会泄露出去，会对我的孩子造成威胁。可没曾想，当天晚上我父母的家中就意外失火，老两口濒死之际，将求救的唯一希望放在我的身上，而我却错失了他们打来的99条求救电话，让他们无助痛苦的葬身在火海之中。我至此一蹶不振，整日以泪洗面，是老公顾其安放下手中工作，夜以继日的陪在我身边，才让我的状况好转。我正准备重新生活时，却又一次听见了孩子的心声。孩子暗示我老公对我所有的好，只是出于出轨后的愧疚，而顾其安包养的金丝雀，此时就在公司和他偷情。我相信了，近乎疯狂地冲进公司，和顾其安大闹一场。可幻想中的小三没有抓到，却意外破坏了老公价值上亿的最大商单。公司濒临破产，老公也对我失望至极，拿着离婚协议逼我签字。正在我想挽留顾其安时，孩子却又一次用心声说道：爸爸最讨厌纠缠不清的女人，只要妈妈肯净身出户，潇洒离去，迟早会等到爸爸后悔求她回去的那天。我选择听从孩子的话，净身出户，独自离开。可当我露宿街头，穷困潦倒之际，商场的大屏幕上却播放着顾其安和另一个女人的结婚视频。顾其安面对镜头惋惜不已，坦言当初怪我走得太过绝情，才结束的上一段婚姻。我哭着想找顾其安说明真相，却被闯红灯的大货车碾成肉末，死不瞑目。将死之际，我隐约听见腹中孩子阴恻恻的笑声，而我至今也不明白，我腹中的胎儿为何要害死我这个亲生母亲。如今重生回来，我一定要阻止这一切的发生。我攥紧拳头，竭力地平复着内心，可开口的声音还是颤抖的可怕。医生，我要打掉这个孩子。话音落下，几个原本还说着恭喜的医生全都愣在原地。他们知道我为了怀孕吃了多少苦，从未想过我会说出这种话。江女士，这次怀孕可能是你这辈子唯一能生下孩子的机会，您是极不易受孕体质，您可千万要考虑清楚啊。医生重重拍了我2下肩膀，把我原本坚定打胎的想法拍碎。38次试管，整整6年时，我吃了无数常人不能忍受的苦，才终于怀上了心心念念的孩子。难道真的要就此放弃吗？这一瞬间的心软，让我没有勇气把要打胎的话再说第2遍。我安慰自己，说不定我听见的是心声，只是因为自己压力太大导致的幻听，又或者只要我不在意那孩子心声，就不会导致后面的种种事情发生。没能下定决心，我心里始终惴惴不安。想到上一世今晚会发生的一切，我立即打电话和爸妈确认他们的安全。2个老人在得知我怀上女孩后，丝毫没有表现出半点厌恶，反而喜上眉梢的笑开了花，反复叮嘱我照顾好身体。可上一世他们的离去给我造成了巨大阴影，我仍旧放心不下。在离开医院后，立刻开车去往爸妈的家。只要我不按照孩子的心声走，那我就肯定不会重蹈上辈子的覆辙。看到爸妈后，我立即检查煤气泄漏，关闭所有能引爆火苗的源头，甚至连家中的打火机和烟花也全部清空，才肯放心。腹中的孩子不停地用心声劝告我快逃，担心我在爸妈家留宿会被偷偷下打胎药。
可我却装傻充愣，只当从未听过心声，坚持要在爸妈这儿住上一晚才肯离开。就在我安心的睡过一晚，以为事情会迎来不一样的转机时，同上辈子一样的大火还是发生了。爸妈清晨便支上炭火炉，坚持要做我最爱的炭烧烤饼，为我做早饭，却没曾想一不小心炭火炉被打翻，无数个烧红的炭四散滚落，瞬间燃起了难以熄灭的大火。我拼命地想把腿脚不便的爸妈救出来，可最终却因为力气太小，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葬身火海。我想不通为什么自己已经竭力地避免上一世发生的一切，可爸妈还是因为我的任性，最终痛苦无助地死在我面前。如果我不在这里留宿一晚，爸妈是不是就不会死了？我内心备受煎熬，把一切的错都归结在了自己身上。我开始像上一世一样抑郁焦虑，变得暴躁易怒，而老公顾其安还是体贴入微地照顾着我。我知道自己不能像上一世一样一蹶不振，所以这一世很快调整好了心情，不仅没再拖累老公的工作，反而主动提出入职公司，帮他分担压力。可孩子的心声仍旧不停，妈妈太可怜了，又要操持家务，又要上班工作，爸爸却能毫无愧疚地在公司偷情。妈妈但凡上楼进会议厅，就能现场捉奸。腹中的女儿一边假惺惺地心疼我，一边反复怂恿我上楼，可我内心却毫无波动，只是淡然地勾唇冷笑。我可绝不会再傻一次，破坏自己的婚姻。他说的每一句话，在我这里都不过是耳旁风。我冷漠地坐在办公室，丝毫没有起身作奸的想法，依旧忙着手里的工作。几个时辰后，会议室的人陆陆续续地走出，顾其安也兴高采烈地对我示意合同已经谈妥。我看着对我满眼爱意的顾其安，悬着的心也慢慢放下来。这一世我没有发疯作妖，我幸福的婚姻终于保住了。接下来的1个月，我的孩子仍旧不停怂恿我捉奸，我一一无视。正庆幸自己改变人生后，我和顾其安的争吵又一次发生了。我为了躲避孩子向我描述的捉奸时间，总会刻意拖延着不去楼上撞见顾其安，却不小心延误了递交紧急合同，导致顾其安即将完成的上亿签约被撤单。我又一次给公司造成了巨大损失，成了整个公司的罪人。员工骂我是蠢货，害他们只能离职另寻下家。老公也指责我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对工作不上心才酿成大祸。每次让你来会议室工作，你都要再三推脱，你对我对这个公司都没付出一点真心，酿成现在的结果，你满意了吧？我真受够你了，离婚吧！我崩溃至极，内心的防线被彻底击溃。我在拼命地避免上一次事情发生，可最终还是因为其他原因导致公司巨额亏损，让顾其安失望，得到同样的离婚下场。好似我所有的努力都是一场笑话，一切都像是规划好的剧本一样，不受控制的接连上演。在拿到顾其安递给我的离婚协议时，我心痛到发抖，决定我命运转折最后的机会，这一次我一定要拿牢抓住。我不同意离婚，顾其安，公司有任何难关，我可以陪你一起度过，离婚并不能解决全部问题。我们有感情，还有一个即将出生的孩子，再给我一次补救的机会好吗？肚子里的孩子仍旧叫嚣着，妈妈不要说这种话，爸爸最看不起这样自视轻贱的女人了，赶快净身出户离开，爸爸绝对会后悔，哭着求你回去。我咬紧牙关，坚定地屏蔽了女儿的心声。果然在我提出挽留后，顾其安没像上一世一样绝情地离开。我知道顾其安根本没有备注我出轨，他说出离婚不过是因为和我怄气。我开始更加卖力的工作，把全部身心都放在了公司和老公身上。知道自己给公司造成了巨额亏损，那就想尽办法弥补，不停地为公司营销，主动把老公推上电视台，竭力打开公司知名度。果然在我的一番操作下，公司的营业额直线上升。可即便我拼了命的想要阻碍一切的发生，命运的齿轮却还是继续推动。老公在一场访谈节目上，因为节目组恶意的错位剪辑，将顾其安和另一位女嘉宾的关系处理得暧昧不清，导致顾其安受到网暴，公司股份猛烈下跌，唯有我和顾其安假离婚才能挽救这场危机。我不得已还是像上一次一样签下了离婚协议。为了堵住媒体的嘴，我连夜搬出家门，不再和顾其安联系。可就在约定复婚的日子当天，顾其安却迟迟不来见我，我紧张不已，又一次听见了孩子的心声。爸爸现在准备和另一个女人结婚呢，妈妈但凡有一点骨气，就应该带着我远走高飞，我才不要这样的爸爸。如果妈妈卑微的回去，我以后就不认这个妈妈了。听见顾其安准备再婚的消息，我大脑一片空白。原则告诉我要尽快抽离这段感情，可我下意识的和孩子说的话作对，几乎是毫不犹豫的打车去了顾其安结婚的现场。明明在2个月前，我还幸福的拥有美满的家庭和婚姻，可自从怀孕后，爸妈相继离我而去，说过要爱我一辈子的男人，如今要和另一个女人结婚。我知道自己可能难逃上一世一样死亡的命运，可我还是要做出最后的挣扎。来到婚礼现场后，顾其安一脸厌恶地看着我。我最讨厌挽留的女人，没有尊严，真让人恶心。我已经有了心爱的女人，
你还要纠缠到什么时候？顾其安字字句句都如尖刀一般刺向我的心脏，可我半张着嘴，只是无力地摇着头。我想问为什么？为什么人生像是提前写好了剧本？为什么我付出多大的努力都像笑话？我还不想死，我不想走上命运既定的轨迹。就在上一次我即将死亡的一刻来临时，和我老公结婚的那女人突然扭过头，深深地望了我一眼。一瞬间，我震惊到头皮发麻。我终于知道自己为什么能听见孩子的心声了。我终于有办法改变命定的轨迹，找到让自己活下去的办法了。你到底滚不滚？再不走，我现在就让保安进来，把你这赔钱货拖出去。我看不起这样下贱倒贴的女人。我知道了，你来破坏这场婚礼是为了钱对吧？我马上打100万到你卡上，这样你总满意了吧？别逼着我更厌恶你，立刻出去，我们之间早就没有可能了。我咬了咬嘴唇，仍旧保持僵硬站立的姿势，迟迟未动。腹中的孩子像是有些心急，一遍又一遍的催促。妈妈快点走吧，不要卑微的恳求爸爸了，你们之间没有任何可能的，应该给自己留些尊严，这才是我最爱的好妈妈。再不拿着钱离开，妈妈可就什么好处都落不到了，到时候该怎么养我呀？周围的宾客见如此场面，刺耳的叫声不断传来。你这女人就是头发长见识短，顾少爷娶到这样的老婆真是倒霉，结婚快10年才怀上一个丫头片子，我要是他可不好意思赖着不走。听说前段时间因为他工作上的失误，直接弄丢了顾家近3年来最大的一笔合同，导致公司股份严重下跌，真是废物一个。拿了100万还不肯走人，这么贪得无厌的女人我还是第一次见。依我看就直接叫保安给她拖出去，让她颜面扫地，以后不敢见人。我痛苦地揉着脑袋，2行泪顺住眼尾流下。顾其安，这么多年你真是把我骗得好惨啊，你真的对得起我吗？对得起我们风雨走过的这些年吗？听见我的质问，在场的宾客皆是一愣。顾其安瞪住浑圆的大眼，立刻反驳：胡说八道，我从未做过半点亏心事，是你敏感多疑消极度日，才毁了我们之间的感情，我顾其安问心无愧。我勾了勾嘴角，从未觉得如此心寒。我敏感多疑是谁一手造成的？消极度日又是出自谁的手笔呢？你处心积虑不就是想看我沦落至此吗？我爸妈真的死了吗？那笔没签约成功的合同真的是因为我的失误吗？还有顾其安，这么多年你有过一瞬间爱过我吗？顾其安眯住眼，看我的眼神越发危险。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保安，你快把这个疯女人给我拉走。我冷笑着抬起头，眼神死死盯着顾其安身边站着的漂亮女人。那张和我极为相似的脸印证了我的所有猜想，因为那女孩不是别人，正是顾其安的白月光，也就是我的亲妹妹。你做这一切，规划出一场又一场的好戏，就是为了逼我离婚娶她回家，对吗？胡说，赶快给我把嘴闭上。闭嘴，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你们这群保镖都是吃干饭的吗？快点赶人！我从袖口甩出一把刀，直接架在脖颈处。谁敢过来拦我，我一刀捅下去，一尸两命，让他背上2条人命。在场的宾客和保镖都乱作一团，七嘴八舌地讨论我刚刚说的话，却没人敢上前拦目的动作。我终于知道为什么这辈子的命运像是被规划好的一般，因为我认识的所有人都在一起陪住我演戏。上辈子爸妈葬身火海，我自认为是因为错过了那场电话，可重生回来我已经做得足够完美，爸妈终究离我而去。再后来我认为是那一笔被我毁掉的合同签约破坏了我和顾其安之间的感情，我发愤图强的工作，可依旧弄巧成拙。甚至到死前的最后1秒，我都认为一切是自己的错，没曾想自己才是不被爱的那一个。我爸妈根本就死，他们联合顾其安一起骗我，为什么你要这么怼我？我明明那么信任你们，就因为妹妹当年被拐卖，出于对妹妹的愧疚，要毁了我的人生吗？顾其安用看疯子一样的眼神看我，你到底闹够了没有？你自己看看，现在歇斯底里的样子有多么像一个疯子，好聚好散不可以吗？非要在我婚礼上丑态百出才敢罢休。你爸妈没在我这里，我们2个早就离婚了，我没义务再看你发疯。顾其安冲过来，一把夺过我手中的刀，丢在地上，拽着我的胳膊想推我离开。我猛地回过身，不给任何人思考的时间，毫不犹豫地冲上台，一脚踹开结婚殿堂后面紧闭着的侧门。伴随住门被踹开，我和2双茫然的眼睛对视。爸妈，骗了我这么久，你们真的开心吗？我猜对了，爸妈根本没有死，一切的一切都是他们为我设下了圈套。原来我从未被人爱过，顾其安之所以娶我，是因为我长相和妹妹有7分相似，爸妈装作疼爱我，也只是为了弥补妹妹罢了。
从妹妹16岁被拐卖的那年开始，我就注定是不被爱的那一个。我发了疯的想要质问他们，却发现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格外淡定。顾其安冷笑着看我，对呀，你爸妈根本就没有死，这件事情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你到底在哭丧什么？那公司的商单就是因为你的失误才毁了的，你究竟想要狡辩什么？我愣住，茫然的抬起头，就看见顾其安递来的手机上赫然摆放着2个多月前的新闻。女儿将老两口抛至火海，落荒而逃，抢救成功后仍旧不闻不问，是人性的扭曲，还是道德沦丧？我几乎将那手机捏碎，也不敢相信眼前看到的一切。爸妈没死，所有人都知道爸妈没死。我继续翻着手机，看到另一则新闻，那是一段监控录像，顾其安在拼命地挽留着客户，而我却悠哉地坐在工位上，翘着狼腿，不接电话，也不允许任何人进门，死死护着手里的合同，不愿意交出去。我变成了爸妈在医院我不去照顾的白眼狼，又因为一段录像成为了毫无工作经验的废物草包。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我从没见过这些视频？我的记忆仿佛发生了错乱，曾经的种种遭遇都好似我自己臆想出来的一般。可究竟为什么会变成这样？爸妈为什么会没死？我和顾其安为什么会走到今天这一步？巨大的谜团笼罩着我，而我清楚地知道，如果再不赶快找到真相，我的下场只会比上一世更加凄惨。一定是因为我肚子里故意让我听见他新生的孩子，是他引导我说爸妈去世，是他引导我一步步地走向深渊。可这新生究竟是我腹中孩子传来的，还是有人故意让我听见的呢？我煎熬地思考着，但显然其他人不打算给我更多时间揭露真相。爸妈从后台走出，指着我的鼻子破口大骂，我们生不出你这白眼狼。当初我们老两口住在医院九死一生的时候没见过你，现在我们也不打算再认你这孩子了，立刻从我眼前消失，给我们老两口一个清净。顾其安也故作无奈的叹气，真没想咱们2个离婚对你的打击这么大，让你现在精神颠倒，已经出现幻觉了吗？诅咒自己爸妈去世，不愿意接受自己犯的错，真够可笑的。我给你足够的钱让你离开，保证你后半辈子衣食无忧，你别再来打扰我的生活了，我们好聚好散吧。在这一瞬间，我仿佛失去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切，爸妈抛弃了我，老公也不再爱我，我什么都没有了，只剩这肚子里的孩子。我浑浑噩噩地走出门，一路走到江边。那一刻，我发自内心地觉得，只要死了，或许做的痛苦就都结束了。孩子的心声又一次传来，妈妈，我陪着你一起离开这世界，我们不要再继续吃苦了，好不好？这世界上已经没有任何能留恋的了，你还在犹豫什么？你养不起，我也没办法给我更好的生活，不如就此了结了生命，说不定跳下去，我们还会重生。孩子的话看似是安慰，实则字字句句都在怂恿我去死。我垂着脑袋，止不住发出阴恻的笑声。我明白了，这次我真的明白了，是谁会知道我这一世是重生呢？在我肚子里诞生的生命，怎么会知道我如今遭遇的一切早就不是第一次了？有人和我一样重生了，并且他也知道我重生了。我吹着江边的风，很快就理清了脑海中杂乱的思路。在弄清楚一切后，我不自禁的苦笑，原来是他啊，我竟从没有怀疑过他，真不知道自己是单纯还是傻。我擦干了眼角旁的泪，拖着身体一步步离开，不再歇斯底里的大喊，也不再颓废的躲避，而是用顾其安给我的钱雇佣了大量的媒体。看着媒体扛在肩膀上的摄像头，我抬手为自己鼓掌。好戏开始了，让我们一起去撕烂他们丑陋的嘴脸吧。时隔几日，再次找到顾其安，他带着我爸妈和妹妹江玲，一脸幸福的在小镇里度假。见到我的出现，顾其安愤怒的破口大骂，你这个贱人，到底要追我追到什么时候？我早都说了不爱你了，你不知道自己有多么自私恶心吗？我要是你，早就活不下去了。我从未对不起你，是你毁了我们的婚姻，我不想再听你挽留什么，快滚！顾其安气得嘴唇直抖，我懒得再和他浪费口舌，掏出包包里一件带着口红的衣服和一沓偷拍的照片甩在地上。这就是你说的没有出轨吗？在我刚怀孕的那个月，你夜不归宿好几晚，在酒店换下丢掉好几件带着口红的衣服，这难道不是心虚吗？还有这些偷拍的照片，我早就收到了，我一直相信你，才没有质问你，你真以为我是傻子，什么都不知道吗？顾其安哑口无言的愣住，爸妈又站出来指责我，你个小贱蹄子，是想气死你爸妈吗？当初把我们抛在火海不管，现在还敢站在我们面前，真是好大的脸啊！枉费我疼你那么多年，真是我们瞎了眼，我不想认你这个白眼狼，要是想让我们活得久一点，就滚得越远越好。
我冷笑，心头却渐渐泛起酸涩。你们口口声声对我好，却早就为妹妹江玲规划好了后半生。先是假死闹乌龙，又是雇佣各种媒体毁掉我的名誉，在我一蹶不振之际，又把所有的财产转移到江玲名下。这就是你们口中的疼我吗？我为你们的去世快哭瞎眼睛的时候，你们在哪儿？我和顾其安闹离婚，近乎崩溃的时候，你们在哪儿？你们的好让我生不如死，到底谁才是该愧疚的那一个？我拿出一沓又一沓的合同，上面全都是爸妈做的财产转移，证据面前，所有人都无法诡辩。他们面露尴尬，最后直接和我撕破脸面。你就是知道了又能怎样？我们就是偏心江林，你有什么办法改变现状吗？给你留点钱，让你饿不死，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你要是继续闹下去，我们不介意把你解决掉。我点点头，笑着鼓掌，没有和他们继续对峙，而是将头侧去一旁，轻声道：刚刚他们那丑陋的嘴脸都拍下来了吧？提交法院当证据。还有我要求做直播的那些主播们，也有好好的把这一幕转播出去吧，真是辛苦大家了。我话音落下，无数个媒体举着摄像头冲到顾其安和爸妈面前，他们这才意识到，我真正的目的不是兴师问罪，而是将他们的罪行公之于众。正在我笑得合不拢嘴时，腹中孩子的心声又一次传来：妈妈这是做的太过分了，快点给各位媒体道歉，说刚刚不过是演戏，要不然我就会讨厌妈妈，生下来也不会认她的。腹中孩子心声吵得我异常烦躁，我抬手扯下脖子上一条系着红绳的平安符，丢在地上，心声戛然而止。这就是你们给我传递心声的关键符纸对吗？我已经发现了，我的好妹妹那么小的时候就谋划着要杀掉我这个亲姐了。我抬头看向妹妹，眼里的泪水不停翻涌。我一直信任你，把你当成人生最重要的人来珍视。你5岁那年亲手做的平安符，我一直带到现在。即便是被爸妈和老公背叛，我都从未想过要怀疑你。结果你呢，想用我腹中的孩子杀死我，你真是好狠的心啊！这是我小的时候爸妈花重金买下的姐妹平安符，只要佩戴的时间够久，就能让有血缘关系的亲姐妹犹如心连心一般感知对方的心声。妹妹咬着牙，眼底猩红，我早就恨你了，如果没有你，我就是家里唯一的小公主，谁需要你假惺惺的对我好，你就该去死，我最讨厌的人就是你。我闭了闭眼，心痛到麻木。老公亲妹妹和爸妈的接连背叛，让我的人生发生了巨大变故，但好在我靠着自己撑了过来。他们制造假新闻，故意纵火，被关进监狱。我也接手了家产和顾其安的公司，生活越来越好。几个月后，我也顺利地生下了一个乖巧的女儿。好在我从那以后没再听过她的心声，她真的只是一个普通的孩子罢了，能简单普通地陪孩子过完一生，是我余生最大的追求。